趟。哎，默默，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用一门外语介绍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哇，你这个问题一下就把我拉回去了。当然记得了，紧张啊，手心都出汗了，脑子里准备好的一大段话，一开口就忘了一半，磕磕巴巴的。哈哈哈，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脑子里想的是一套，说出来是另一套。我当时也是，就说了个名字，然后就没然后了，空气突然安静。对对对，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其实自我介绍这个事儿说简单也简单，不就是告诉别人你是谁吗？但说难也真的很难，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里，你想想，要在短短1-2分钟内，既要让别人记住你，又不能显得太张扬，还得有点意思，这个分寸感，哇，太难拿捏了。没错，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而且我发现很多学中文的外国朋友，他们中文已经说得很流利了，但一到自我介绍这个环节，就容易翻车。要么就是像背课文一样干巴巴的，要么就是用力过猛。用力过猛这个形容很到位。所以啊，今天咱们俩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怎么用中文做一个得体又亮眼的自我介绍。不管你是在学校认识新同学，还是参加一个活动，甚至是去面试，都能用得上。咱们争取今天把这个老大难问题给它解决了，让自我介绍不再是你社交的第一个坎儿，而是变成你的第一张名片。对，一张让人想接着往下读的有故事的名片。咱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吧。一个自我介绍最核心的骨架是什么？你觉得呢？骨架嘛，我觉得就是那几个基本信息点，谁都跑不掉的。姓名，你从哪儿来，你是干什么的，这3样是地基。姓名、家乡、职业或专业，这是最基本的我是谁3件套。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很多人介绍完这3样就结束了。比如我给你学一下啊，你好，我叫大卫，我来自美国，我是一个学生。哈哈哈，不能说错，但听完就知道了，没有任何记忆点。3秒钟之后，我就忘了大卫长什么样了，太生硬了，像个机器人儿。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生硬版。信息是对的，但没有人味儿。那咱们怎么把它变得生动一点呢？咱们一个一个来拆解。先说名字。这个简单，就说我叫 XX 或者我是 XX。但如果你的中文名字背后有故事，或者你的本名发音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难，我觉得可以多说一句。哎，这个点很好。比如，你可以说我叫伊莎贝拉，大家可以叫我小贝，贝壳的贝，这样比较好记，这样一下就拉近距离了。或者，如果你的中文名是老师帮你取的，可以说我的中文名叫思源，饮水思源的思源。我的老师希望我不要忘记帮助过我的人。哇，这个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有画面感，还有文化内涵，别人马上就觉得，你对中国文化是有了解的，而且很用心。是吧？所以你看，光是一个名字就能玩出花样来。说完名字，就是你从哪儿来，我来自美国，这句话太空了。美国那么大，是哪个美国？对啊，你可以具体一点，加一点点细节，就一点点。比如我来自美国的加州，就是那个阳光沙滩特别多的地方。或者像我一个朋友，他会说我来自德国的科隆，如果你去过，你一定忘不了那个特别宏伟的大教堂。这个好，你不需要长篇大论介绍你的家乡，只需要一个最鲜明的特征，一个能勾起别人好奇心的点。比如你说我来自广州，一个什么东西都很好吃的城市，别人马上就想问你，哎，广州什么最好吃啊？没错，话题这不就来了吗？你看，从我来自广州到我来自一个什么都很好吃的城市，广州就多了几个字，但效果天差地别。这就是从陈述事实到建立连接的转变。精辟建立连接，那接下来就是第3个核心要素了，职业或者专业。
这个也是重灾区。我学计算机的，或者我是做市场的。哈哈，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张迷茫的脸。计算机是修电脑的吗？市场是去菜市场卖东西的吗？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但确实太笼统了。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是用细节，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比如你别说我学计算机，你可以说我是学计算机的。具体来说，我是在南开大学研究怎么让电脑变得更听话，让它能听懂我们说话的那个系统。哎，这个就好懂了，让电脑听话，多形象。或者你说你是做市场的，你可以说我是做市场工作的。简单来说，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让我们公司的好产品能被更多需要它的人知道。你看，你把你的工作用一个普通人能听懂的、有价值感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比单纯抛一个专业名词要好得多。你不是在介绍你的岗位名称，你是在介绍你所创造的价值。对，所以总结一下这个骨架部分：姓名、家乡、职业。要想做得好，秘诀就是2个字：具体。在每个信息点上都加一小勺具体的、生动的、个人化的细节。没错，这样你的骨架就立起来了，而且不是一副冷冰冰的骨架，是带着温度的。好，那骨架搭好了，咱们就得给它添上血肉了。这血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个性、你的爱好、你的闪光点。这部分才是真正让你从人群中跳出来的关键。很多人会说我性格开朗，兴趣广泛。这句话我听了不下800遍了，跟我来自美国一样，说了等于没说。什么是开朗？怎么个广泛法？对，又是同样的问题，太抽象了。这里有个特别好用的技巧，我管它叫用故事代替形容词。用故事代替形容词，展开说说。比如，你别说我性格开朗，你可以讲一个能体现你开朗的小事儿。你可以说我特别喜欢认识新朋友，上个星期我刚跟几个在公园认识的叔叔阿姨学会了怎么打太极拳。这个好，听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肯定不内向，而且很接地气，愿意接触新事物。你看，你一个字都没提开朗，但我已经完全 get 到了。是吧？再比如，很多人想展示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在面试的时候，会说我沟通能力很强，或者我很有责任心。空话，都是空话。面试官听了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对，那怎么用故事来代替呢？你别说我沟通能力强，你可以说，在之前的项目里，我们团队和另一个部门在合作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我主动组织了一个协调会，用了2个下午的时间，让大家达成了共识，最后项目顺利完成了。这个就不一样了，有场景，有行动，有结果，这比我沟通能力强这6个字有说服力10000倍。没错，再比如说责任心，你可以说我负责的报告交上去之前，我至少会检查3遍，确保每一个数据和标点符号都是对的。这件小事儿就比我很有责任心这个空洞的口号要动人得多。所以关键就是把你想要展示的那个品质，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用一个具体的，最好是亲身经历的小小的例子给它演出来，而不是直接说出来。对，演出来 show don't tell， 这会让你的介绍非常可信，而且充满了个人的色彩。别人听完会觉得，哦，这个人是这样的，很真实。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差异了，就是在中国文化里，我们对夸自己这件事儿是比较谨慎和含蓄的。哎，对，这个太重要了。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习惯了比较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优势，比如会说我是我们团队里最优秀的，或者我在这方面是专家。在某些文化里，这可能代表自信，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么说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谦虚，甚至有点狂妄。
对，会让人心里不太舒服。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展示你的优秀，诀窍在于让事实和结果为你说话，而不是自己给自己下结论。怎么讲？比如，你不要说我是最优秀的，你可以陈述一个事实，在过去1年的销售业绩里，我的团队超额完成了30%的目标。你看，你没有评价自己，你只是说了一个事实，但谁都知道你很优秀。我明白了，就是把我很棒这个结论留给听的人自己去得出，你只负责提供支撑这个结论的证据。就是这个意思。再比如，你不要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说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5年，也发表过几篇相关的文章，这样听起来就客观专业，而且很谦虚，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自信。这种含蓄的用事实说话的表达方式，确实在中国会更受欢迎，这是一种智慧。所以咱们现在有了带温度的骨架，也有了有故事的血肉，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介绍的画像就出来了。差不多了。但光有内容还不行，还得注意一些常见的坑。我先说一个我最受不了的。你说。就是那个，然后你抢了我的词，我叫大卫，然后我来自美国，然后我学中文2年了，然后我喜欢看电影，听得我简直要窒息了，对不对？感觉像一个没电的机器人，每说一句话都要卡一下，用然后来续命，这会让你听起来非常不流利，而且思路很混乱，好像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错，这其实说明你没提前准备，或者说准备的不够好。怎么避免呢？其实很简单，用一些有关联性的词来代替。然后，比如你可以用另外除此之外说到我的专业，至于我的爱好呢？对，用这些词来做转折和连接，你的介绍听起来就会像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或者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连接词，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够强就行。比如，我来自阳光明媚的加州，也许是天气的原因，我的性格也比较像那里的阳光，总喜欢积极的看问题。哇，这个连接就非常自然，从家乡的天气自然过渡到自己的性格，高级。是吧？所以下次准备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以把自己要说的录下来听一听，数数你说了多少个，然后如果超过3个，那就得改。这个方法好，除了然后这个语言上的坑，还有一些非语言的，就是肢体语言上的坑，这个也特别容易被忽略。没错，你说你性格开朗，结果你全程低着头，眼神飘忽，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谁信啊？对啊，你的身体状态和你说的内容是矛盾的。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眼神交流。你是在跟人说话，不是在跟地板或者天花板说话。一定要看着对方。如果人多，你的眼神可以缓缓的、柔和的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感觉你是在对他说话。不要盯着一个人看，那样会让人害怕；也不要谁都不看，那样会显得你很没自信。对，然后是微笑，没人喜欢看一张愁眉苦脸的脸。一个真诚的微笑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能瞬间打破僵局，让你看起来更亲切。还有站姿或者坐姿，身体稍微打开一点，不要缩成一团，这会让你看起来更自信、更开放。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你的气场。有时候，你的气场比你说的内容更重要。太对了，内容决定了你能传递多少信息，而你的状态和气场决定了别人愿意接收多少信息。好了，理论知识讲的差不多了，咱们来点实际的吧，进入情景模拟环节。
好啊，来点实战，咱们设定几个最常见的场景，看看在不同场景下自我介绍的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场景就来个最轻松的，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新朋友。OK， 这种场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好玩和接地气。你不是去面试，不用那么严肃，重点是找到共同点，方便大家接下来聊天。我先来一个，假设我叫默默，是个法国人。来，大家好，我是默默，我来自法国。但你们千万别问我法餐怎么做，因为我做的最好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我来中国3年了，现在在学中医，每天都在研究那些神奇的草药。我最大的爱好是逛菜市场，我觉得那里藏着一个城市最真实的样子。很高兴认识大家。哈哈哈，这个好，非常棒。你看，信息点都有，名字来自哪儿，做什么的，爱好，但表达方式特别有趣。做的最好吃的不是法餐，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下就反差萌接地气。爱好是逛菜市场，这个点儿也很特别，马上就有人想跟你聊了，是吧？整个氛围就很轻松，大家听完就想笑，觉得你这个人有意思。那麦子，你来一个，假设你叫麦子，是个程序员。好，我是啥？嗨，大家好，我是麦子。我的工作是每天对着电脑写代码，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会说话的我，还挺难得的。不开玩笑，虽然我大部分时间很安静，但我其实特别喜欢户外。每个周末只要天气好，我都会去爬山。如果你们也喜欢，下次可以一起啊。漂亮，这个也很好。先用程序员的刻板印象自嘲一下，很有幽默感，然后马上说出自己的爱好是爬山，展现了反差的一面，而且最后还发出了一个邀请，下次可以一起啊，这就为后续的交往铺好了路。对，交朋友嘛，目的就是建立连接，所以自我介绍里最好能埋下一些钩子，一些别人可以接话的点。说得好，那咱们换个场景。第二个稍微严肃一点的，你在一个研究生课堂上第一次跟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OK，这个场景重点就要变了，不能太搞笑了，要突出你的专业性和学习态度。对，要让老师和同学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来认真做学问的伙伴。我再来一个，这次我还是那个学中医的法国人默默。请开始你的表演。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默默，来自法国。我本科的专业是生物学，那个时候我就对植物的疗愈能力非常着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学习中医的原因。我特别希望能深入了解《伤寒论》，也读过一些相关的法文翻译，但总觉得隔了一层，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课程，希望能和老师、同学们多多交流，一起探索中医的奥秘。谢谢大家。哇，这个就是学霸的自我介绍了。哈哈哈。你看这个介绍就很不一样了，它有几层意思。第一，交代了学术背景，从生物学到中医，这个转变是有逻辑的，说明你不是一时兴起。第二，提到了具体的学术兴趣点，伤寒论，这会让老师对你刮目相看。第三，表达了非常谦虚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希望能多多交流。对，整个介绍的核心都围绕着学习和专业展开，这就在第一时间给老师和同学建立了一个认真专业的印象。那我也来一个，我还是那个程序员麦子，现在是来读计算机的研究生。好，教授好，各位同学好，我叫麦子。我本科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3年程序员，主要负责的是算法推荐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发现虽然我们能处理很多数据，但在理解用户真实意图上还有很多挑战，所以我决定回到校园，希望能跟着教授在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方向上做更深入的研究。很高兴能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希望未来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非常好，这个介绍也很扎实，有工作经验，有发现的问题，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这说明你不是为了混个学历，你是带着问题和目标来的。对，在学术场合展现你的思考比展现你的幽默感更重要。没错。好了，终极挑战来了。第3个场景，求职面试，这可能是最重要也最让人紧张的自我介绍了。面试这个场景下，你的自我介绍只有一个目的，告诉面试官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所以每一句话都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对，必须高度相关，不能说废话。比如你爱好是逛菜市场，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就最好别说了，除非你面试的是生鲜电商。没错，面试的自我介绍要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那把锁里。所以准备之前，你必须仔仔细细地研究那个招聘要求，就是 job description。对，把里面的关键词，比如团队合作、数据分析能力、抗压能力这些都圈出来。然后在你的自我介绍里，用我们前面说的讲故事的方法，把这些能力给它证明出来。咱们来模拟一下，比如现在要面试一个市场经理的岗位，要求里写了需要优秀的活动策划能力和跨部门沟通能力。我来扮演面试者麦子。好，我就是面试官，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面试官您好，我叫麦子，有5年的市场工作经验，我之前的经历和咱们这个岗位的要求非常匹配。比如在活动策划方面，去年我曾独立负责过一个30万预算的线上新品发布会，从前期的预热到后期的复盘，全程跟进，最终获得了超过500万的曝光量。另外，关于跨部门沟通，这个活动需要跟产品、设计、销售3个部门紧密配合，我建立了一个每周例会制度，确保信息通畅。最终项目比预期提前了3天上线，所以我相信我的经验能够帮助我快速胜任这个岗位。停，完美。作为一个面试官，我听完这段话，我脑子里就2个字，要了。你看这个介绍没有任何废话，每一句话都在回应招聘要求。你说你有策划能力，马上给一个30万预算500万曝光的例子。你说你有沟通能力，马上给一个协调3个部门提前上线的例子。数据、事实、结果全都有，太有说服力了。对，这就是把你的经历和岗位的需求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拼起来，让面试官看到你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形状。说到面试，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小测验环节。哦，是什么？就是在中国面试或者跟中国人初次见面，有一些问题是雷区，最好不要主动去问，你知道是哪些吗？这个我知道，首当其冲的就是年龄吧，尤其不能问女士的年龄。没错，问年龄。在中国的社交场合里，有时候会有点不礼貌，除非对方自己提，或者关系已经很熟了。还有就是婚姻和恋爱状况，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这个也挺私密的，不适合在初次见面，尤其是工作场合问。对，这个是大忌。还有收入，你1个月挣多少钱？哇，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天就聊死了。是的，薪资是非常隐私的话题，所以年龄、婚恋、收入这3大雷区，大家一定要记住，在不熟的时候，千万别主动去问。这体现了一种尊重和边界感。这个提醒非常实用。你看，咱们从最基础的骨架到添血肉，再到不同场景的演练，最后还有文化小贴士，感觉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差不多就成型了。
是啊，其实说到底，我觉得一个好的自我介绍，它的内核不是介绍，而是沟通。你不是在单向的输出信息，你是在尝试和对方建立一种双向的有意义的连接。这个总结太好了，它不是一个独白，它是一个对话的开始。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完，而是为了让对方听完之后有兴趣跟你说下一句话。对，所以你看，一个好的自我介绍真的有点像泡一杯好茶。哎，怎么说？你不能把所有茶叶一下子都倒进杯子里，然后用开水猛冲，那样又苦又涩。你要先温杯，然后慢慢的注水，让茶叶一片一片的舒展开来，那个香气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散发出来的。哇，这个比喻绝了。对，那个香气是慢慢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全倒出来，而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这才是最高境界。是啊，所以不用追求一次性把所有东西都说完，挑一两个你最想让对方记住的点，把它讲生动，讲出你自己的味道，就足够了。希望你今天听完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茶香，别怕说错，多准备，多练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故事。对，找到你自己的风格，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如果你觉得不错，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正在学中文的朋友。